这个女人很无助，躺在浴缸中想要自杀，同时旁边的电话也一直在响，直到电话的那头留言简讯传过来，告诉她找到了真正的嫌疑犯，并且已经被羁押归案了。女人立马从浴缸中爬起来，因为她现在还不能死，她还有仇没有报，凶手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她是这部电影的女主，暂且叫她阿美。几天前，阿美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。一天下午，她带着孩子来到丈夫上班的地方，然后自己就走出来，和闺蜜开着宝马去逛街了。晚上开车回来，打算接丈夫和孩子回家的时候，却发现路上停着好多警车。有一位警察告诉她，前面发生了爆炸，暂时不能通行，但前方正是自己丈夫办公的地方，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还在里面。于是不顾警察的拦阻，冲到现场。警察见状后，立刻把阿美制服。看着前面一片废墟，阿美绝望了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还在里面。警察上前告诉阿美，现场发现了2名死者，但还不确定是谁，希望阿美能协助警方调查。警方对比了 DNA， 最终确定了是阿美的丈夫和孩子。阿美直接瘫倒在地，心如刀绞。面对突然失去了家庭、失去丈夫、失去了孩子的女人来说，犹如世界末日一般。警察经过一系列的取证调查时，警察发现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，很有可能是报复性杀人。由于阿美的丈夫以前有贩过毒，所以警察一直往贩毒的方向调查，但是阿美一再保证，丈夫和她在一起后就没有再碰过毒品。阿美突然想起，她从丈夫办公室出来时，门口有一位放自行车的女孩经过，自行车上绑有一个小型的箱子，那很有可能就装有炸弹。于是警察根据阿美提供的线索展开调查。几天下来，阿美饱受折磨，因为精神压力太大，开始吸食毒品，也有躺在浴室里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这一切。当在自杀时，旁边的电话响起，直到电话留言简讯传过来，告诉阿美嫌疑犯已经被抓获。她提供的线索也得到了证实，是纳粹分子策划的整个案件。阿美突然振作起来，她现在还不能死，她还没有给丈夫和儿子报仇。几天后，整个案件开庭，嫌疑犯是一对与阿美家庭毫无关系的情侣，情侣还在当庭亲吻，毫无悔意。阿美强压着心中的怒火，在开庭当中，经过法官的调查，陈述了整个案件的经过，包括丈夫和儿子的惨死，尸体被大面积的烧伤，面目全非。阿美终于开始忍不住伤心的情绪，要求休庭。在休庭时，阿美突然冲到女嫌疑犯面前，打算揍她一顿，但被众人拦住了。由于场面出现了混乱，庭审选定在了第2天继续开庭。第2天开庭时，阿美作为原告方请出了一位证人，正是被告男方的父亲。证人父亲在庭上陈述了儿子是一名纳粹分子，做事十分的偏激，平时就经常与父亲发生争吵。有一次，父亲到被告车库找电锯时，发现了被告车库有肥药、柴油和钉子，这些都是制作设定炸弹的原料。被告方的律师也是一位厉害的角色，为什么会有儿子家车库的钥匙？父亲的回答是，他知道钥匙藏在什么位置。而律师抓住了这一点，说既然被告的父亲能知道钥匙的地方，也不能排除其他人知道钥匙的位置，这完全不能证实原料属于被告的。在原料上除了有2位被告的指纹外，还出现了第三者的指纹，这个第三者也可能会是凶手。此时的被告方律师也请来了一位证人，是一位度假村的老板。老板证实2位被告在案发时间一直在度假的房间里，没有出去过。加上原告阿美被查出吸毒，可能会出现幻觉，完全证明不了女被告出现过案发地的事实。阿美的律师对于被告方的律师提出的质疑非常愤怒地表示反对，对方这是在诡辩，完全失去了一位律师该有的职业操守。但最终法官还是以证据不足，宣判2嫌疑人无罪释放，还对2情侣因为被拘留进行了补偿。2情侣开心地拥抱在一起。而此时让支持原告方的朋友感到非常的愤怒，阿美也心灰意冷。判决书下来后，阿美做出了一个选择，自己一个人来到了一家度假村，而这度假村正是属于被告方证人老板的。阿美趁老板出去后，拿着2位嫌疑犯的照片咨询前台是否见过这2个人，前台说没有见过。前台似乎感觉自己说错了什么，于是打电话给老板。阿美正想要离开时，被前台拖住了，老板立马赶了过来，阿美只能开车逃跑。阿美来到一家杂货铺买香烟时，发现正是老板的车子开了过去，于是阿美跟了上去，来到了一处偏远的海边。
发现原来老板是来给2位凶手通风报信的，通知他们快点离开这里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串通好的，完全证实了两情侣就是杀害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的凶手。阿美心情激动地回到集镇上，购买了化肥和钉子，在网上搜索了制作设定炸弹的方法。阿美这是想用同样的方法炸死他们，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报仇。同时这几天律师也一直到联系阿美，一直在收集足够的证据，打算上诉，就等着阿美回去签字了。但是阿美已经对法律心灰意冷了，没有抱太大的希望。晚上，阿美看着孩子和丈夫嬉戏的视频，露出了一丝丝的微笑。白天，阿美看到两情侣晨跑回来，上了房车后，随后阿美也走上了房车。突然一声巨响，房车被炸得稀巴烂，凶手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但阿美同时也付出了生命。此片到此结束。